那在上一个视频当中呢，我们已经讲了 Diff Eraser 它的用法，主要呢是删除视频当中的物体。我们也做了一些例子，大家看一下，一个美女站在书房当中看书，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清掉。大家注意啊，这儿呢确实有一些痕迹，对吧？但是呢清除的还是比较干净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修补的部分其实做的也是比较到位的。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像素点比较大的，大家看这个。当我把这个人删掉之后呢，你注意它背后的窗户呢也会自动的给补上，所以说呢这个修补能力呢也是比较强的。那通过这两个例子呢，我们也足以看出来这个模型的一个基本的能力。那关于模型的安装呢，这个我们上节课有详细的描述，这儿呢我就不细说了。那今天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怎么去除视频当中的水印。那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工作流。先来加载一个视频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我是用通义万象生成的一个古装美女的视频，用了镜头拉近的一个动画。大家看一下，在所有的我们用到的商业版的视频生成模型里边呢，都会有水印。那这个水印去除的方法，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你把这个视频给它放大一下，把这个给它去掉，当然结局就是我们可能要丢失一部分像素。那如果我们现在用擦除模型去擦除呢，效果就会好很多。但是呢我们会面临这样几个主要的问题。第一个呢就是视频太大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有多大。大家注意啊，它是1280×720的。那你让模型去处理这么大的视频，如果帧数再足够多，那这个大概5秒钟，那也就是121帧左右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30帧每秒，5秒，大概150帧。你如果一次性去处理，可能压力太大。你分步去处理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可能色彩的一致性保持的并不是特别好。所以说呢，就要求我们有一些前期的处理手法。那这个手法是什么呢？一般呢我们会把要处理的这块呢给它取出来，把水印去掉，然后呢再把它粘回去。但是真正在做的时候呢，我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下边呢我们就来处理这个视频，大家看一下。首先呢我们先来把这块给取出来，怎么去取呢？我们先取第一帧出来，会用到这样一个节点。这个节点呢可能在很多的扩展里边都会有啊。那我们取一帧，所以说 number frames 是1，然后呢我们来预览一下它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拿到了第一帧。因为呢这个东西它是不变的啊，所以说呢我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所有帧都取出来啊，我只要把一帧取出来，把这个位置标注出来就可以了。那下边呢我们可以把这块给它取一下。这个怎么去做呢？如果你要是用我们的 segment anything 去取这个水印所在的位置的话呢，可能会有一些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让我们尝试一下。那比方说我这儿选一个 text， 就是我把文字的部分取出来，你看一下它能不能把它给拿到。我们把这个 mask preview 一下。大家注意啊，现在取的是不对的，你可以换一个，比方我换成 logo， 这也不对，你写成 watermark。这个人有，这个水印这个部分也有。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再取一下，然后把人给它去掉？这个可以这样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啊，弄得太复杂，其实呢反而是浪费系统的资源，因为它本身那个位置就是不变的。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这样去做，就是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叫做 image bridge， 这个呢是一个类似于叫图片桥接的这么一个东西啊。如果你学过网络的话，可能大家都知道网桥是吧？像这样的东西，它其实是把两个给它接起来。那如果我们选了之后呢，它这儿可以预览图像，这个没有问题，那这个就可以不要了。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在 mask editor 里边打开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给它涂上，我们把 sake 稍微降低一点。大家注意啊，就是涂的时候这个笔触的位置稍微有点问题啊，所以说你看如果我点这儿的话呢，真正涂的可能是这个位置，所以说呢我们再这样涂一下。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全部给涂上，然后我们 save 一下，那这个位置其实就有了。mask 可以把它取出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取一块出来，这个怎么做呢？当然我们是用 mask bounding box， 就是我们取 mask 的一个外框，我调整一下让它更紧凑一点。我们把 image 连到这儿，这个 mask 值是从这儿取的。那如果你啥也不写的话，那我们看一下它出来是一个什么效果。大家注意啊，现在就是这一块
那我当然要取得更大一些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把这个 padding 呢给它设的大一点，这儿呢我们设成200，它左右200，当然它右边取不到啊，一般是在左边取到的。那同样我们 preview 一下这个 image， 就这样一个效果。当然如果你想看到 mask 和 image 同时的一个效果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预览的方式，就是 image and mask preview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把 mask 连过来， image 连过来，然后呢我们看一下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图片啊。这个图片其实呢就是从这儿截了一块出来，然后让它走我们的那个去除水印的那个操作就可以了。当然在这儿的话呢，我们需要做一些操作啊。这个操作呢主要是扩充 mask， 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儿呢我直接 add node， 然后我们找到刚才的 diff eraser， 然后你可以把 sampler 拿过来，然后这个 model 我们可以点一下，然后选一下，这儿我同样用 MyGV7， 任何一个 SD25 的模型都行，VE 任何的一个 SD25 的 VE 都行，这个 LoRa 当然一定是 PCM 的这个。下边图片当然是我们取出来的这张，但是你要注意啊，现在是视频啊，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把视频给它截出来。视频截的话呢，当然我们是靠 XY 和 Y 和 height 给截出来的。那这儿我们会用到 image crop， 那我们来截取视频，这是原视频，那宽是这个，高 X 的位置 Y 的位置。下边呢我们预览一下这个 IPS， 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把这个值给它取出来的。那 video info， 然后我们用 loaded IPS 格式调一下 MP4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，就是一段视频。那这个视频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连到这个位置。然后下边 mask 你要注意了，这 mask 呢，你直接往这儿放呢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它需要的是一张图片。那所以说呢，你可以把它给先扩展一下，这个我们常规的操作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先用 gross mask 的扩展一下，多少呢？这个我们还是给到40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把这个 mask 直接给它拿过来，但是你拿过来它是肯定是连不上的，因为它是一张图片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转一下 mask to image， 那我们先直接连看行不行？然后下边 IPS， 这样吧，我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啊。那 IPS 可以直接连过来，然后这儿呢，我们同样 Ctrl+C、Ctrl+Shift+V 拿一个过来。那我们看一下取出之后的图片是什么样子，放大一点，看能不能跑动。大家注意，它现在提示你说这个视频什么有点短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很简单啊，你这个 video mask 现在是一张图片，然后你一张图片去截取一个视频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儿可以用 repeat image batch 把它扩充一下啊，先连过来，然后我们把这个 image 给它连过去。下边就是扩充多少，这个也不是你自己瞎弄的，我们需要通过这个 loaded frame count， 我们就知道啊要重复多少，然后我们再来跑一遍。好，现在呢就完了，我们看一下这儿呢还是可以的啊，但是稍微有点模糊，扩的有点过，少一点20呢，觉得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好啊。去除的这个抖动也是影响比较大的，那这个还可以，刚才40有点大了啊，再小一点呢，我们可以到10看一下，感觉也还不错。你要是有兴趣可以试一下0，我现在就用10就行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其实已经把水印给它去除掉了。那有人说我是不是把它粘回去就可以了呢？那你可以试一下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用 image compose 来试一下。注意啊，这是原视频，我先把它拿过来。当然我可能用不到 mask， 这个呢是 destination， 那这个呢是 source， 现在没有 mask。那关键是 xy 的值。xy 的值其实是谁呢？应该是你把它截出来的时候 xy 的值，对吧？或者叫 cop 的时候 xy 的值。那所以说呢，我们直接把它拿过来，你看一下 x， 然后 y 放回去啊。好，我们直接再走一遍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，这样看还是可以啊。你注意放大，大家注意这个位置啊，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。
下边我把它暂停一下，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它现在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，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好。你注意看这个位置，能看到接缝，虽然比较细微啊，但是能看到这个接缝的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你要注意啊，就是你 crop 出来的这个和你原来的这个大小呢是不太一样的。它虽然呢是整个裁出来的，但是真正采样之后呢，这个的大小和原来不太一样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必须先做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我们把它 resize 一下 ，image， 然后 resize。这个很多人会忽略掉那个细节的问题。然后宽和高用多少？就是用这个的宽和高，这是 width， 然后这个是 height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当成圆，给它放进去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就精准很多。我们来试一下。那我们再放大，大家注意啊，其实你细看还是有，但是呢，总体上来讲呢，可能并没有刚才那么明显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可以让这儿的水印去除的就会比较干净了。那我们再试一下别的，换一个视频啊。那同样是这个，那这个位置应该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说我直接跑就可以了。5秒的视频再换起来的话呢，应该是毫无压力的。啥意思？那这个 mask 我们必须给它画一下。好，我们再跑一遍，大家注意速度也是比较快的，这是161帧。好，现在呢已经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。这是取出之后的啊，你会发现还是不错的，但是细看会有痕迹，对吧？那有人想到说，我是不是可以给它做羽化？我建议大家啊，就是这种别做羽化啊，做羽化的效果呢可能会更差一些。你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比方说呢，我现在把它换掉啊，我换成 Gross Mask with Blur。那如果我现在这儿连过来，这儿连过来啊，那这个就不要了。比如说，如果我扩充10个，然后呢，我再羽化上5个，这个可能不那么明显啊。你最好可以用它删除人物去试一下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好像还不错。但是你注意啊，这儿是不清楚的，你有没有发现它闪动，尤其是扇子在离开的时候，对吧？它在闪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尽量的别用啊。如果你想看到这个羽化带来的一些影响的话呢，你可以用那个去除人物那个去试一下，就看得很明显了。如果你有羽化的话，那个中间是模糊的，是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个信息给它补充进来的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水印的一个完整的流程啊，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，尤其是 resize 这个。有时候它会差1到2个像素，很别扭，很难调的特别精准啊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，大家呢回头可以自己尝试一下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